灯油味道。那个罐子摔碎以前，里面装过点灯的油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已经闻过了。原来你也有一个好鼻子啊！你闻它做什么？我闻它，同你一样啊。你闻它做什么，我就闻它做什么。你为什么要闻它？我好奇。你怎么想到闻罐子的碎片？人有脑子就会想到，火一下子着这么大，里面的人都来不及跑出来，不是被泼了油，又怎么可能？你有什么线索？包大人，梧桐小筑的这把火一定是冲着皇上去的，您一定要查出凶手。您查案吧，我不打扰您了。这两个人绝对不是皇宫外面的人。本将军守卫的皇宫严如铁桶，连只老鼠都进不来，更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。说进就进，说出就出。夏统领是说，那两个神秘人是宫里的。有人要陷害本将军。保长，如果这两个人是宫外的，他们又不是凶手，他们冒险进了皇宫救了皇上，他们应该是有功的，他们为什么要消失？他们事前一定知道有人要放火烧皇上，这就说明放火之人一定在宫里。夏统领，是谁要陷害你？陷害本将之人，也许就是放火之人。谁？枢密使张德林，那晚也在宫里。着火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夏统领，着火以后，你很快就到了现场。保长，你什么意思？娘娘，太妃娘娘来了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姐姐，妹妹心里闷得慌，想和姐姐聊聊天。坐吧。姐姐也心情烦躁吧？包拯查的案子，不知道有眉目了吗？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妹妹想的也是。姐姐，夏怀敏那天晚上在妹妹那儿，火案和夏怀敏没有一点干系。妹妹可以保证，夏怀敏这些年一直忠心耿耿的给咱们看着家门呢。妹妹听夏怀敏说，枢密使张大人不依不饶，非要查他那天的去向，置他于死地。夏怀敏那天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差点出卖了哀家。他当着众人的面说，在女人的床上，他也出卖了妹妹。夏怀敏是一时着急脱口而出，况且张德林拔刀相逼，姐姐。张大人是在算旧账，他对当年夏怀敏背叛他、投靠姐姐的事情耿耿于怀。这次哀家帮不了夏怀敏，你也保不了他。淫乱后宫该当何罪？你不是不知道。姐姐忘了吗？当年是您怂恿妹妹。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。当年我是为了保全咱们姐妹俩的平安。现在依然如此。姐姐，张德林难道不算淫乱后宫吗？算，但是他没有玩忽职守，放凶手入宫，让人抓住把柄。更何况，满朝文武百官，谁又有那个胆量拿他怎么样？夏怀敏也可以置他于死地，可是夏怀敏，他有这个本事吗？
姐姐，当年是您让妹妹不枉此生，妹妹已经离不开他了，求姐姐为了妹妹。保不住性命，就只能做鬼。这把火烧出了天大的麻烦，弄不好，咱们姐妹俩都要葬身火海。哀家现在首先要想的是，怎样能保住咱们姐妹俩的性命。至于那个夏怀敏，她只能自己救自己了。夏统领，你说张德林那夜在宫里，是在给本官暗示什么吗？本官想知道你赶到着火现场以后看到的情景。太后，夏怀敏，你去把宫门关上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臣遵命。夏统领，宫门已经派重兵把守，谁也出不去。都给我仔细搜查，快！是。让开！燕儿，有人将我们锁在屋里，想要烧死我们。张大人，都误会了，不是奴才，不是奴才啊！此时救人要紧，先救人。是，快，先救人！快！哎，快呀！快了，轻点啊！快！滚回！太后，张大人，奴才。娘娘，夏统领来了。包拯查问了我，跟他讲清楚了吗？他问我那夜在哪里，我跟他说我去了青楼。他相信了吗？骗不了他的。哎呀，你该说实话。淫乱后宫是死罪，我不能把你牵扯进来。别怕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哀家刚去了太后那里，她说张德林要杀你，他也救不了你，你只能自己救自己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有能耐，你也可以杀了张德林。少爹何事？我哥怎么样了？你问他做什么？我哥那天晚上进宫，您真的不知道？谁告诉你的？他是我哥，我不会认不出他来。
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不是我们，是你哥那个混账，自作聪明，想帮你姐姐。帮我姐姐？他差点烧死我姐姐。火不是你哥放的，反倒是他冒死救了皇上和你姐姐。爹，我哥他们是怎么进宫的？我知道。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阻止？我倒想知道谁想害死我女儿。包拯已经进宫查火案了。没事，就算查出来，你哥也不会有事情。他救皇上有功。这么多年了，在您眼里，只有您自己和我哥。什么意思？有话就直说。您想过吗？我哥是怎么逃出宫的？梧桐小筑的火是你放的。还有一件事情，爹，您要想办法让周儿出宫，越快越好。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阴着个脸。梧桐小筑的火谁放的？我哪知道？那天晚上蓉儿认出你了。我知道，火是蓉儿放的。为了让你逃出宫，他放了那把火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包拯把蓉儿查出来了。查出来，那是迟早的事情。您怎么知道的？蓉儿找我了。后宫放火是什么罪？居然还烧伤了王延龄的孙女！你要害死蓉儿吗？爹，当初是谁把蓉儿留在宫里做人质的？又是谁杀了我的人，保护包拯进京查案的？怎么现在变成我害蓉儿？你行了，爹，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，赶紧想办法救蓉儿。你要是没有办法，我自己去救。你要是再敢轻举妄动，我先杀了你。你说那天貌似把朕救出火场的是谁？臣想不出来。朕就是觉得面熟，不知曾经在哪儿见过，可怎么都想不起来是谁。真是奇怪了，他们到底是谁呢？为什么从宫中又突然消失了呢？朕不管他们是谁，朕将来一定要找到他们，不但要重赏，朕还要重用他们。见到周儿了吗？没有。现在宫中太危险了，朕自身都难保，想办法让他速速出宫。去找你爹吧。皇上，臣已经找过我爹了。
就你会说真话是吧？好啊，你现在就去找包拯，跟他说真话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倒是敢做敢当，好汉叫你做，凭什么让你爹蓉儿、张家的老老少少跟着你受牵连，丢性命？把你的伤口包好，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讲。是。住！住！相爷，张德林中了埋伏。什么人干的？夏怀敏的禁军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学生跟踪了杀手，他们都是夏怀敏的弓箭队。他干成了。张德林的护卫全部被杀死，但是张德林逃了。那张德林知道是谁干的吗？应该不知道，弓箭手都乔了装。相爷，张德林一定被激怒了，咱们该怎么办？静观其变，无论我们现在做什么，都是替夏怀敏背黑锅。万一张德林丧心病狂，咱们就措手不及了。张德林不至于那么鲁莽，他先要查清敌人。太后，枢密使张大人求见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张大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人想杀我。什么？有人要杀你？谁敢杀哥哥，岂不是找死吗？是找死。你这是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受的伤？一点皮外伤，不用大惊小怪。这件事情，只有你我要杀我的人知道，其他人不知道，不要节外生枝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不会因为这点小伤大动干戈，我会自己查出真正的凶手。你怎么了？张大人把这件事情只告诉了哀家，是怀疑哀家与这件事情有瓜葛，还是把哀家当做自己人？都是，也都不是。
我今日找你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说。蓉儿的婚事，蓉儿不答应，我也不答应。我要带蓉儿回家。这么多年了，蓉儿也该回家了。哀家是要让她出宫，不过要等到火案的真相查清楚以后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蓉儿？那晚在宫里的人谁都有嫌疑，包括哀家和张大人。主人，您该换药了。管家，哎，你去找禁军副统领王守忠，跟他说我要见他。好的，等把药给您换完之后，现在就去。是。等等。啊，悄悄的，不要叫别人看见。明白。王副统领，里面有请啊。主人，人来了。大人，您找我。下去吧。坐。你来见我，有人知道吗？没有。那就好。今天以茶代酒，谢谢王统领。张大人，在下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要谢我？谢谢你救了我的儿子。大胆！你不该放蓉儿进宫。张大人，张公子都跟您说了。我这个儿子，虽然做事粗暴简单，但是有一点我很欣赏，他从来不出卖他的朋友，他宁愿出卖他爹。那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是你自己出卖了你自己。大人这么说，在下真的不明白。那天晚上，你差点杀了我的儿子灭口。大人，在下更糊涂了。你是装糊涂吧？你们是哪个宫里的？哎，问你们话呢，你们倒是说话呀！说呀，说话！救火去！快救火！走。那天晚上，你们的一举一动，都在我的眼里。我没说错吧？
大人没说错，但是我与贵公子有约在先，他一旦暴露，我绝不手软。我不管你为何目的放庸儿进宫，但是在危机时刻，你还能够手下留情救庸儿一命，这个恩情，张德林领了。只要能够应付包拯，叫他查不出什么端倪，事成之后，我保证你前途无量。谢大人，在下愿为大人效犬马之劳。坐。今天叫你来呢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帮我辨认一样东西。大人，这是哪里来的？哪里来的，你没必要知道。你就说你认不认识？这是我们禁军守卫的东西，只有夏怀敏的心腹才可以用。果然没有猜错啊！但是这个东西在箭头上涂有唐门的慢性毒药，见血1天后发作。慢性毒药？有解药吗？在夏怀敏那里。大人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都退下吧。是。姐姐，出了什么事情？张德林中了埋伏，差点丢了性命。是不是夏怀敏干的？姐姐知道，夏怀敏没有这个本事，更没有这个能耐。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是不是他干的？妹妹真的不知道。姐姐，倘若真是夏怀敏做的，也是按照姐姐的旨意。哀家的旨意？姐姐说的话，难道忘了吗？哀家说过什么话？姐姐说夏怀敏有本事，可以杀了张德林。姐姐还说夏怀敏她只能自己救自己。你把这些话告诉了夏怀敏？哎呀，这是哀家一时的怨气，是咱们姐妹之间的私房话呀。为了救你的男人，你就要杀掉我的男人。姐姐，您弄错了，是张德林要杀夏怀敏。张德林如果真的要杀他，夏怀敏他活不到今天。夏怀敏是苟且活到了今天，能不能活到明天还不知道。姐姐，因为您是太后，您爱的男人就可以活命，妹妹爱的男人就要丢了性命吗？是。姐姐，妹妹现在算是明白了，我们的命运从来就没有拴在一起，而是拴在了各自的裤腰带上。你干的？是，他坐马车跑了，不知道中箭没有。他还活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太后找了哀家。太后说什么？你告诉太后，我会再找机会的。怎么，出什么事了？
我们逃吧，越快越好，逃得越远越好。为什么？我们错了，他根本就不舍得杀张德林。我们从一开始就在他的手掌里被他把玩了。哀家去收拾细软，咱们今晚就走。你快去准备接哀家出宫啊！既然已经干了，我就不会罢休。他不死，就是我死。你不能死，你死了，哀家怎么办？天下都是他们的，我们无处可逃，只有鱼死网破了。主人，没有伤到筋骨，抹了些枪伤药，过几天就会好了。你先下去吧。哎。王守忠，今天找小爷来有什么事吗？我找你2件事情。先说第一件。你爹白天找了我。我爹找你干嘛？他知道是我放你进的宫。他怎么知道的？那天你在明月小筑的案发现场，差点露馅儿。我要杀你灭口，都没能逃脱你爹的眼睛。哼，这只老狐狸，人老了眼睛还挺亮。但是王守忠，是他看出来的，本小爷可绝对没有出卖你。我爹后来怎么说？你爹说我放你一条生路，将来我会前途无量。那是必须的。说第二件事。郭槐死了。你杀死了郭槐？我买通了芋头，毒死了郭槐，芋头也被我杀了。现在尹若昭被关进了开封府的大牢，开封府由我们禁军接管。我被夏怀敏派去看押尹若昭。这下踏实了，一池子浑水。我倒要看看那个包拯，他怎么澄清。哼，不踏实。怎么不踏实了？着火那天，我替夏怀敏巡夜，包拯询问了很多人，包括夏怀敏，可他为什么偏偏不问我？不问你是信任你，你应该感到庆幸，哪有盼着别人审问自己的？真贱！他越是不问我，我的心里就越慌。我现在在开封府看押尹若昭，天天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晃悠，我都快疯了。你看你那点出息，就这样还能干大事？他是故意的，他肯定已经怀疑我了。这个包黑子太可怕了，张公子。
主人，这伤口比昨天严重多了，这个强伤药不管用啊！主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管家啊，去备车，叫上庸儿，去找夏怀民。哎，快去！哎。夏统领，不用担心，这不是鸿门宴，你的禁军把这里围得严严实实，我只带了一个儿子，奈何不了你。张大人，有什么事请直说吧。庸儿，你先出去一下。这是你们禁军用的，而且只有你的心腹才有。你杀了几个护卫，你杀不了我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不要那么紧张，我不是来算账的。夏统领，你与我的恩怨，责任在于我。我这个心眼儿啊太小，总是忘不了过去的事情。可今天呢，我准备了酒菜，我向你赔罪。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后宫起火之事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。说实话，没有。那你就不是我的敌人。我的敌人是要烧死我女儿的人，而你我今天在这里弄得鱼死网破，正中敌人下怀。王副统领辛苦了。尹大人嚷着要见你，请。尹大人，您找我。保长，你查出眉目了吗？怎么还没有？老夫要在这牢里待到什么时候？学生也不知道。让你从禁军查起，你查了吗？学生查问了夏怀民，他那晚没有作案的时间。王守忠呢？王守忠有很大的嫌疑。第一，那天本不是他值夜，他为什么偏偏出现在禁军牙房？第二，郭淮如果是放火之人，他不可能放了火跑到他那里去胡说八道。他举报郭淮，分明是为了转移视线。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原来尹大人心里什么都明白，装糊涂您真是做到了极致。还有第三，那两个神秘人消失。一定是被人趁乱放出了宫，皇宫守卫森严，没有内线，那两个人逃不出去。只有王守忠有这个时间跟条件可以做到。你发现了什么？
的酒，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